听到怡保这座城市，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子？是品不见的美食，还是赏不完的美景？让我们来窥探这座山城，细细聆听山间的余音，一览怡保走过的痕迹，走进怡保，寻迹山城。怡保是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首府，也是继乔治市和吉隆坡之后第3个获得市政厅的地方政府，其面积为643平方千米，距离首都吉隆坡约180千米，而距离槟城州乔治市则有123千米。怡保市位于晋打河流域，周边城市带也因此得名晋打古都会区。该都会区也是马来西亚国内第4大都市人口聚集地，因为四周被岩石山岭环抱，故有山城之称。怡保树 Pokok Ipo 也是怡保名字的由来。怡保树所含有的树枝具有毒性，因此常被原住民用来制作打猎吹筒的毒箭。2017年以前，最老的怡保树曾和怡保历史悠久的火车站并肩而立。如今陪伴着火车站的小怡保树，也在全怡保人的注视下慢慢成长起来。总有一天，它会长得像它前辈一样枝繁叶茂。1914年，火车站由亚瑟·本尼森·哈伯克设计并开始兴建。本尼森是马来亚殖民地政府极负盛名的建筑师，无论是吉隆坡的火车站、扎买克回教堂，还是市政厅等地标性建筑，都是他的杰作。受到世界第1大战的影响，建材短缺和高劳动成本让工程耗时3年才正式落成。有着怡保太极陵之称的它，除了有独特的建筑风貌，里头也蕴含了怡保超过1个世纪的轨迹。结合摩尔式与维多利亚建筑风格的火车站，不知不觉在怡保伫立已有103年。当时适逢细米交易鼎盛时期的霹雳州，怡保的火车站在运输细矿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怡保旧街厂的开拓也离不开在细矿业里有着大量贡献的华人，他们因为细矿再次落地生根，于是怡保的街道随着居住的人逐渐增加而诞生。据悉，在早期，怡保其实也被称为巴罗，这个称呼最初源自于甘崩巴罗，人们惯了以巴罗做称呼，久而久之，巴罗就成了怡保的别称。另一个说法是与当年细矿业有关。据知当年细矿业的采矿工人用螺来洗细米，螺可谓是矿工当年赖以为生的工具，因此通俗说要霸住个螺才可有生计。久而久之，霸螺也演变成霸罗。现在怡保街厂的风华，除了有着美食的点缀，这些细矿大亨在怡保名留青史。怡保有一些以他们名字命名的街道，还有一座记录了矿家生活与历史的贤真别墅。贤真别墅收藏了细矿史的居多痕迹，但其中一个细矿业里的重要角色铁船却无法收进别墅里。
距离怡保市30公里左右的杜雅冷是霹雳州细矿业的圣地，单凭杜雅冷的细矿产量就占据了我国总产量的80%。然而，随着细矿业需求量与价格的下滑，彩系铁船在1992年无奈停工。就这样，彩系铁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直到2017年，其中一艘铁船被重新翻修，供游客参观。由于它是杜雅冷中的第5艘铁船，因此如今它也被称作 TT5。自从1985年国际细市崩溃后，采矿公司纷纷停业，其余铁船都早已被分解，当作废铁变卖，只剩下这艘较为完整的 TT5 铁船，所以它也被称为全马仅存的彩系铁船。TT5 身长75米，宽35米，重5000吨，深度高达3.8米。如此庞大的它也因此曾一度倾斜，经过维修，船身才得以再次提升。看着这艘 TT5 铁船，恍惚中仿佛还能够看到从前采矿业者劳动的影子。从采锡的过程，铁船的内部运作，再到他们的岗位与生活，这一点一滴都是霹雳州乃至我国发展历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。采矿业者的艰辛与怡保的辉煌，在这里被一一述说。目前，怡保作为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，许多旅游博主也曾感叹怡保的种种美好。愿您下次到来，有幸聆听属于怡保的故事，亲眼目睹怡保曾经的辉煌，亲自感受怡保的温度，不仅仅爱上这里的美食与美景，也为怡保的过去深深着迷。